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五一家宴，婆婆拉着一个小姑娘说要给老公做妾。我们张家换作以前可是大户人家，总要有儿子继承家产。你既然生不出儿子，就不能阻止别人生。你要是介意，就和张毅离婚，但家产你一分都不能带走。我笑了，如果没有我，他家哪有家产？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五一家族聚餐，我和老公赶到酒店的时候，老家的人基本上都到了。婆婆白了我一眼，有些不高兴。大家都到了，就你架子大要等你是吧？我笑了笑，不好意思来晚了。如果不是老公半路上说要拉屎，我不至于耽误这么多时间。况且说是等我，桌上的饭菜可都被动了个七七八八。婆婆没有理我，招呼着老家来的亲戚，大家别客气，尽管吃，不够再点。自从买房买到了市里，婆婆隔三差五就招呼一堆老家的亲戚过来，而且每次都是非5星级饭店不去，非最贵的菜不吃，并且都是我买单。一次两次我还能接受，可这每个月都要2、3回，我就再有钱也有些吃不消。我也跟婆婆提议过，说没必要次次都点那么贵的。婆婆一听，当即指着我的鼻子大骂：怎么，你的钱不就是我儿子的钱？我花我儿子的钱怎么了？看在老公的面子上，我并没有多说什么。这次也一样，这一桌菜下来，少说上万。吃到一半，婆婆突然指着她身边坐着的小姑娘对我道：这是张颖，你认识认识？小姑娘看上去20来岁的模样，皮肤有些黑，笑起来有些腼腆。我以为又是婆婆哪房亲戚，笑着打了招呼。只不过老公的眼神有些奇怪，当时我也没有多想，但是婆婆接下来的话却让我整个人的三观都炸裂了起来。按道理来说，你和张毅结婚也已经有了2年了，该要个孩子了，可你的肚子却半分动静都没有。说话间，婆婆斜睨了一眼我的肚子，说起来我心里也不舒服。我挺喜欢小孩子的，可是不管我和张毅怎么备孕，这肚子都没有动静。为此，这2年我没少遭受婆婆的白眼。不过婆婆怎么突然说起这个？见我没明白她的意思，婆婆皱着眉头：这样，今天我做主，就让张毅把张颖带进房里。他要是哪天生个一儿半女的，也算是为我们老张家开枝散叶了。毕竟我们张家以前可是大户人家，怎么也得有人继承家产吧？你说是不是？不过你放心，你是张毅明媒正娶娶回来的，就算张颖来了，你也是正宫娘娘，没人能撼动你的位置。婆婆的话说完，我的眉毛已经皱得能夹死一只苍蝇。不是，她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？纳妾，现在都什么年代了，大清早亡了。我看向老公，却见他诡异的沉默，我的心凉了半截。他这鬼样子，很明显事先就是知情的。见我看着张毅要解释，婆婆抢先一步道：你不用看他，这件事是我做的主。老公不敢看我的眼睛，我冷笑道：笑死了，现在是什么年代了，还搞内妾这一说，还继承家产？张毅他遇见我的时候，还只是一个从农村来的穷小子，如果不是他那老实本分且上进的样子吸引了我，我是怎么都不可能跟他结婚的。这2年，他靠着我爸的关系才能在本市上市公司工作，而且我们现在住的那套房子，首付也是我掏的，每个月还的房贷也是我在还。家产他有吗？难不成是回去继承他老家的1亩3分地吗？见我在这么多亲戚面子扶他的面子，婆婆怒了：
你什么意思？有你这样跟长辈讲话的吗？要是你的肚子争气点，给我生个孙子抱一抱，我何至于这么大老远把张颖接过来，自己生不出孩子来，还不准别人生？我看你就是个笑话。张毅的亲戚也在劝我。是啊，小李，我们可是看你是我们张家的媳妇，才这么跟你说话的。换做别人，我们早就让张毅把你给休了。就是，小李，你要知足。我们张毅现在在上市公司上班，前途不可限量。跟了他，你应该庆幸，不就是一个女人吗？你大度点。叔在村里可是有好几个的，就这你婶子可是一句屁话都不敢说啊！我冷冷地看了一眼那个自称是我叔的男人，好几个女人，亏他好意思说，一身的病，跟他坐一张桌我都觉得恶心。我冷眼看向张毅，这也是你的意思？张毅还是不敢看我，小声说道：老婆，其实我觉得咱妈说的也没错。我气笑了，所有人都在打着为我好的名号劝我，就连刚刚我误以为腼腆的张颖都满眼得意。鸿门宴啊，这是。我看着婆婆，一字一句道：不可能，我不会接受。张颖一瞬间满眼泪水，手下意识摸了摸肚子。咦，要不算了吧，姐姐她不喜欢我。这声姐姐差点把我叫吐了，可谁知听她这么说，婆婆紧张的要死，手指着我，就差直接戳到我脸上。你还好意思拒绝？实话告诉你，张颖是我们张毅在老家从前的相好，人家那可是摆过酒，我们全村人都认证了的。不过就是当初年龄不到没领证，所以说到底你才是小三。你要是识相点，就乖乖把他接到家里去，我还能算你是个平妻，否则我就让张毅把你休了。婆婆这炸裂发言，炸得我脑门子都突突的。老相好，还摆过酒席，我怎么没听张毅说过？看来他瞒了我挺多事情的。如今事情闹到了这个地步，我也没指望张毅会对我说什么实话了。现在我心里只有一个想法，有些人只是看上去老实，其实暗地里比谁都玩得花。我不再看他，对婆婆道：休我也不用他休了，我会和他离婚的。当初要不是因为喜欢张毅，就婆婆这做派，我早和张毅离婚了。可现在我算是对张毅失望了，这大户人家的正宫娘娘，谁爱当谁当去，老娘不稀罕。婆婆扯着嘴角笑了下，仿佛我这举动正中她下怀。好啊，这可是你说的，要离婚可以，但我告诉你，房子那些你可一分钱都分不到。辣醉居渠片炸葱弄果看俏砍菊醉盖铜，凭什么？别说房子的首付是我出的，就连房贷都是我每个月在还的。张毅从头到尾可没出过一分钱。婆婆有些得意，凭什么？就凭这房子写的是我儿子的名字。我转头拉过张毅的手，你妈说的是什么意思？什么叫只有你的名字？当初嫁过去的时候，我爸妈怕我受苦，自掏腰包给了我100万付房子首付的，为的就是让我在婆家能挺直腰杆，不被欺负。房本拿来的时候也一直是张毅保管的。当初我想看一眼，他就说没什么好看的，你还怕我不写你名字啊？我当时没留心眼，是因为我相信张毅，可是现在他们却告诉我房本上没有我的名字。张毅唯唯诺诺，婆婆看不下去，张嘴就道：你什么时候出首付了？你的那100万明明去都是装修款，当然不能写你的名字。看着他理直气壮的模样，我忍不住气笑出声。你笑什么？婆婆瞪着我。总之我告诉你，要离婚可以，这可是你主动提出来的，到时候可别说我们忘恩负义。还有，
房子你想都别想，这房子是我儿子的。他说的确实没错，如果首付是他出的，即便我每个月还房贷，可是还的也是利息，到时候我有可能1分钱也得不到。他们这是笃定了我不会计较，胸腔中有一股被算计的怒火即将喷涌而出。但是看着婆婆那得意的嘴角，我突然有点不想这么快离婚了。既然他们算计我，这么轻易就离婚，不是正顺了他们的意吗？想得美。不过俗话说得好的，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。看今天的情况，还不知道张毅这个够男人背后瞒了我多少的事儿。我得先想办法把这些调查清楚才行。我把我这辈子最悲伤的事都想了个遍，终于挤出了2滴鳄鱼泪。妈，你知道的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只是突然听到我要和另一个女人分享张毅，我就心里难受。我看向张毅，一副我见犹怜的样子。老公，你们理解我的，对吧？说实话，和张毅认识3年，结婚2年，我几乎没有露出过这种小女儿姿态。这下子直接把张毅给看得愣了神，张了张嘴，不自觉就吐出一个字：对。我瞥了一眼张颖，只见她腼腆的笑容中出现了一丝皲裂，刚刚得意的眼神不复存在，只有一些恨意。她恨我，见我在看她，她慌忙低下头。婆婆见我服软，更是得意，嘴巴都快翘上了天地，跟所有亲戚炫耀。看吧，我就知道她会害怕，这个家只有我能做主。这话一出，宫闱声一片，酒足饭饱，也到了该结账的时候。所有人都看着我，我眨着眼睛也看向他们。你们看我干什么？婆婆道：做什么？结账啊。我装无辜。可是妈，不是你说你请了老家亲戚过来聚餐吗？怎么又轮到我结账了？婆婆气急：你什么意思？我拉着张毅的手，装作害怕。老公，我难道说错了吗？我态度的转变已经彻底让张毅分不清东南西北。他以为我今晚经历了这么多匪夷所思的事情，是真的害怕了。大手一揽就道：是啊妈，这账你就结了吧，大家都看着呢。果然，不论是服务员还是那些亲戚，全都眼巴巴看着婆婆。婆婆在外面是一个很要面子的人，自然受不了被人这么观看，当即脸色都变得铁青，咬着牙狠狠看着我道：行，我付，刷卡。这顿饭花了3万多，婆婆心疼的心都在滴血，想继续把我当冤大头。做梦吧你！回到家，婆婆狠狠摔了一下门，以示愤怒。我则装作不知道，回了自己的房间。张颖自然也跟着过来了。婆婆把张颖安排在了客房，难怪今早出门的时候见她在收拾房间呢，原来早就准备好了啊。我笑了笑，洗漱直接睡觉。张毅进了房想跟我说什么，见我睡了，也静悄悄在我身边躺了下来，忍着恶心。我拼命告诉自己要冷静。到了第2天，大概是家里突然多了一个人，我有些睡不着，不到6点我就起来了。厨房有灯，我走过去，却看到张颖正在准备早餐。城里的厨具她用不惯，用起来有些手忙脚乱的。看见我时，她停了下来，瞪着我小声道：我告诉你，别以为你和毅哥领了证就能这么得意。我和毅哥是真心相爱的，就算你嫁给他了又怎么样？不被爱的那个人才是小三。看着他小心翼翼放狠话的模样，说实话我觉得他有点可怜。不装了，他一脸防备看着我。你想干什么？我意味深长地笑了笑，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。好妹妹，姐姐我呢，早餐喜欢喝一杯黑咖啡，去准备吧。等我再从卫生间出来时，
她正抱着婆婆在哭，可怜兮兮的，活像有人欺负她一样。婆婆则一下又一下安慰着她，那样子，结婚2年我可从来都没有见过。婆婆很快就看见了我，立马就怒气冲冲，就是你吩咐张颖做事的。我眨了2下眼，故作无辜。是啊，怎么了？见我大大方方承认，婆婆反而一下子不知道该说什么了。张颖她又不是保姆，你凭什么吩咐她？而且你自己没有美脚吗？想喝咖啡不会自己弄，万一害得我孙，害得张颖烫伤手可怎么办？我坐在沙发上，继续无辜脸。不是妈你说的吗？张颖是妾，我是正宫娘娘，她一个妾伺候我，应该不过分吧？我立马假装伤心，还是说妈，你是故意诓我的？婆婆急了，谁诓你了？见骂我不成？她转头就开始安慰张颖，张颖哭哭啼啼，我则朝她露出一个笑，跟我斗。告状精。到了晚上，因为今天加班累了，所以我晚上很早就睡了。醒来时是被渴醒的，看了眼手机，凌晨1点多，张毅不在我身边。我疑惑，卫生间房间里就有，他出去干嘛？我正要开门，却听见门外有小心翼翼的声音传来。我这房子不太隔音，所以听得挺清楚的。我告诉你，这件事迟早要让他知道，不然我孙子连户口都没得上。我知道的妈，我这不是在稳着他吗？再说了，这房子还有那么多年的房贷要还，我怎么也得从他身上捞点。再说了，多让他还点，我就少还一点，不然看我的工资，我怎么还得起这么多钱？难怪婆婆早上说话的时候欲言又止。原来如此。我说怎么突然把张颖从农村接来了？原来是她怀孕了啊！这时张律师打来电话，他告诉我，根据我说的情况，张毅的确是有很大的可能会被判重婚罪，但因为张毅此前和张颖同居的时间不长，所以到时候他们找个厉害一点的律师，就很有可能让罪名无法成立，并且就算重婚罪罪名成立，也只能判个1、2年，这点惩罚完全不能解我被骗的心头恨，所以我得找些更厉害罪名，让这个渣男一辈子都翻不了身。来到车里，我给爸爸打了一个电话，爸爸很快就接起。我让爸爸去托他朋友查一查张毅在公司的情况，因为就按照张毅工作这2年的工资来说，他是无论如何都拿不出100万的。他那些亲戚我也接触过，全都是一毛不拔的铁公鸡，更不可能借钱给他，所以问题一定出在公司上。当初张毅能进公司，还是托了爸爸的福，因为公司的老总就是爸爸的朋友。爸爸没有问我为什么，只应了一句就去办了，所以我第一时间找我爸就是这一点。他总是无条件的相信我。往后的日子里，我照常上班，仅仅用了2天，爸爸的消息就来了。跟我说的时候，他的语气带着点愤怒。张毅这个混账，居然勾搭上了公司的财务，2个人一起挪用了近100万的公司资产。这样的人还是我介绍进去的，害我在朋友面前都抬不起了头。得知张毅婚内出轨，我内心很平静，毕竟经历过了内妾，还有妾怀孕这种事，仅仅只是勾搭别人，这点我已经见惯不惯了。我安抚着我爸，让他稍安勿躁，先不要把这件事张扬出来，只当作不知道。我爸不知道我要做什么，愤怒之余却还是答应了。你自己做事留心点就行。我的心暖了暖，这个世界上只有父母是真心为你好的，老公这玩意该丢就得丢。回了家，张毅已经到家了。2Z2L 故欧是，
乌 v 零提议取08本4文0 mr 5 rb 4s 4 zip 班 thf 运 at c， 一家三口其乐融融，仿佛我才是那个局外人。张毅看到我，慌张地从张颖旁边站了起来。老婆，你回来了。张颖的脸色肉眼可见地僵硬了起来，在张毅看不到的地方狠狠瞪着我。我笑了下，搂着张毅的肩膀撒娇道：老公，我好累啊。张毅浑身一震，兴奋地将我带到沙发边，上手就给我揉肩膀。婆婆在一旁阴阳怪气：这里的谁不上班？你上班累了，我儿子上班就不累吗？还让他按摩，他都没给我按过摩。妈，这可不是我让张毅按的，是他主动帮我按的，你说是吧，老公？张毅点了点头。我在笑，刚结婚的时候他就跟我说过，他要一辈子做我的奴隶呢。这句话可不是我瞎编的，他确确实实跟我说过。当时我还觉得他说这句话过于夸张。一旁的张颖听闻，牙都要咬碎了，眼瞅着两个女人被我气得脸色铁青。我很开心，忍着恶心亲了一下张毅的脸。谢谢老公，我先回房了。转身，我听到了张颖砸东西的声音。一到晚上，果不其然，张颖就跟张毅闹了起来。你不是说只爱我一个吗？我肚子里都已经有你的宝宝了，你居然还在我的面前跟他卿卿我我，那我算什么？张毅一开始还很耐心地哄着，最后也被张颖闹得不耐烦了，直接吼：你别一直拿怀孕来要挟我，我跟傅里里是正经的夫妻，恩爱一点怎么了？说来你不过是个小三而已，老实本分，把孩子生下来不就可以了？别整天跟我吵这些有的没的，人家傅里礼多大度，都能容忍你的存在了。你看你，学学人家吧。张颖一听，直接躺在地上不干了，后面都把婆婆给惊动出来了，怕伤害到自己的金孙。婆婆还给了张毅一巴掌，躺在床上看着监控里的画面。我好悬没有笑出声。可怜张毅回到房间，还要装作什么也没发生一样。我翻了个身，美美睡去。他们心情不好，我心情就好了。到了周末，这天是婆婆的生日，我提议这次要大办。妈，你尽管叫人，这次宴会我包了，不用她出钱，还能出风头。婆婆依然很开心，挨个打电话把老家的亲戚叫了个遍。到了生日这天，依旧是上次那10几号人，不过看到我是自己一个人来的时候，婆婆有些不开心。我不是见了你爸妈过来吗？他们怎么没来？是看不起我们老张家？我笑着落座，这才抬头看向婆婆。您说对了，我爸妈还真是看不起你们。婆婆的脸顷刻间变得铁青，拍着桌子怒道：你什么意思？还不够明白吗？我要和你儿子离婚。张毅急了，拉着我的胳膊道：为什么啊，老婆？我狠狠甩开他的手，很想给他一个巴掌，不过我也确实这样做了。别碰我，真恶心。张毅被打懵了，婆婆张牙舞爪扑过来就要打我，我指了指头上的监控：别碰我哦，这里可是有监控的，小心我报警。婆婆咬着牙落座，张颖则满脸心疼地去看张毅，却被他狠狠一甩。因为我有意无意做戏，他们最近一直大半夜吵架，张毅早就被张颖弄得不耐烦了，自然对他没有好脸色。张颖在这么多人面前被张毅这么对待，眼里马上出现泪水。我没空去管他们。婆婆看着我冷笑：要离婚可以，但我早就跟你说过了，你的钱已经拿来装修了，所以房子跟你1分钱关系也没有。你要是跟我儿子离婚，那可就是净身出户了。我笑道：无所谓，
我只当是喂狗了，但我也不可能就这么忍气吞声，我吞不下这口恶气。闻言，张毅所有的亲戚都在七七八八劝我：小李，不是我说你，上次我们以为你已经醒悟了，怎么还是这么拎不清呢？是啊，我们张毅听说最近要升迁了，离婚后你可别后悔啊，他以后赚再多的钱可都跟你没关系的。盼曾朝彩间宁至海就昌境，客双阁偏僻，还是我们老张家的人出息。刚工作几年啊，那么老贵的房子都买得起了。所有人都在不遗余力地恭维着张毅，婆婆满脸得意，就连张毅都瞬间挺直了腰杆。只是这股子得意没有持续多久，包间外突然进来了一伙人，二话不说就到张毅面前：请问你是张毅先生吗？张毅满脸懵逼点了点头：是。你涉嫌挪用公司资产，请你跟我们走一趟接受调查。张毅一瞬间慌了，急忙摇头：不，我没有。执法人员一脸刚正不阿：有没有？你跟我们走就知道了。见着张毅被带走，婆婆急了：你们是谁？你们有什么资格带走我儿子？女士，请不要妨碍公务。婆婆撒泼打滚，直接拉着张毅的胳膊不让他走。我不管，你们今天要是带走我儿子，我今天就死在这里。碰上这种无赖，执法人员也很无奈。我站起来对婆婆道：妈，妨碍公务可是不行的哦，小心人家报警把你抓走呢。报警？婆婆的手松了松。光天化日被警察带走，这可不是什么光彩的事，更何况是在这么多亲戚面前。婆婆环顾四周，见那些亲戚已经开始交头接耳了，终于放开了张毅的手，还故意大声道：儿子，你放心，公道自在人心，你没有做错事，一定会被放出来的。真是此地无银300两。张毅知道自己干了什么，脸色早已灰白。他看向我：李李，你救救我，咱爸不是跟我们老板很熟吗？你去求求爸，让他帮帮我。我笑着朝他挥了挥手，语气贱兮兮的：去吧，逢年过节我会去看望你的。张毅被带走了后，好事的亲戚终于按耐不住了。其实在场的有些人早就看不惯婆婆了。自从买了房，婆婆隔三差五就要向他们炫耀。有些人本来就见不得人好，发生这种事，当然开始幸灾乐祸了。张毅妈，这是怎么了？张毅犯什么事了？我刚刚可是听到了，挪用公款。哎呦，这可是要坐牢的。婆婆赶紧解释，这都是误会。这一看就是有人故意害他，张毅很快就会被放出来了的。话音刚落，我就放出了那天我和我爸的电话录音。张毅出轨，联合财务挪用公款买房付首付的事，一下响彻整个包间。婆婆的脸青了又白，白了走青，好不热闹。张毅妈，你不是说这房子是张毅自己赚来的吗？怎么变成挪用公款了？嗨，这还看不出来？没本事还要穷装逼呗，还算计自己老婆的钱。这房子住着也不怕天打雷劈。亲戚们的嘲笑一下又一下蜂拥而至，婆婆的身体摇摇晃晃，都快站不稳。就这样还想着那妾呢，笑死人了。不知道谁嘟囔了一句，张颖的身体也是摇摇欲坠，我则坐着看戏。看吧，这就是让婆婆请一堆亲戚的好处，都不用我说什么，他们就把我要说的话全说了。妈，你也别难过，张毅这样应该关个7、8年就出来了。不过就是出来后，这种有案底的人不知道哪个公司敢要他哦。我这话是说给张颖听的。果不其然，张颖看似憨厚的脸闪过一丝金光，
接着就想趁着婆婆不注意起身离开。我当然不能让她如愿，叫住了她。哎，妹妹，你要去哪里？你放心，我马上就要和张毅离婚了，到时候你就是正宫娘娘了，现在可不能走啊。张颖的身子僵了僵，讪笑道：我去上个厕所。婆婆这个人精哪里看不出来，当即就拉着张颖的手不让她离开。你不准走，你肚子里还有我张家的孙子，要走你也得先把孩子生下来。张颖急了，想甩开婆婆的手，发现没用后，干脆破罐子破摔。你放开，你儿子都抓进去了，凭什么还想让我生孩子？婆婆咬着牙，一手拉着她，一手指着她骂：你这个见利忘义的贱人，看我儿子被抓了就想跑是不是？我告诉你，不可能。张颖冷笑：我当初跟你儿子在一起，不就是因为看中他在市里买了房？可现在他都要被判刑了，你没听到吗？就算出来，也没人敢咬他工作，他废了，我干嘛还要死心塌地跟着这个废物？婆婆自然听不得别人骂张颖，直接啪一声打了张颖的脸。张颖被打得脚步都踉跄了，可见婆婆力气之大，似乎是气急了。张颖不怒反笑：你真当以为我肚子里的是你儿子的种？我告诉你，不是，你儿子有弱精症，根本不可能生出孩子，这个孩子是我和别人的。我靠！听到这个，我眼睛都瞪大了，惊天大卦！婆婆不可置信：你说什么？张颖被打了，此刻也不管不顾了，直接把所有事情和盘托出。这事你们居然不知道。他看向我：你们没婚检？有，但我没看。张毅不让我看，况且当时也是恋爱脑冲昏了头，居然不觉得他当时躲躲藏藏有什么问题。张颖白了我一眼：也就你们蠢，张毅也蠢，还以为自己的病好了呢，居然相信自己能生孩子，傻逼！婆婆张牙舞爪向张颖扑过去：你这个贱人，我要杀了你！说，你肚子里这个贱种究竟是谁的？眼瞅着桌上的锅碗瓢盆都被两人弄到了地上，我赶紧远离战场。两个女人倒在地上撕逼，你一下我一下得扯着对方的头发。婆婆的脸还被张颖给抓破了。张颖年轻，虽然怀孕了，可是月份不大，身体自然比婆婆矫健，一下子挣脱了婆婆，跑到了在场的一个亲戚后面：哥哥，救我！这声音差点没让我呕出来。这个人我有印象，就是上次说他睡了好几个女人的男人。张颖这是什么意思？婆婆见此马上反应过来：好啊，张二麻子，原来是你，我要杀了你们！所有人都在劝战，拉着婆婆。在他们你一言我一语中，我大概了解了事情的真相。原来在张毅离开村子后，张颖耐不住寂寞，就偷偷和张二麻子，也就是张毅的二叔好上了。而最近张颖发现自己怀孕了，恰好婆婆又存了，把张颖接到市里来。张颖见张毅买了这么大的房子，马上哭就动了心，想要让张毅来戴这个绿帽子。可谁知道，还没等他逍遥快活几天呢，张毅就被抓了，这才把这件事爆了出来。婆婆被人拉着动不了手，只能破口大骂：你这个贱人，跟着这种人也不怕得病！张颖不甘示弱，也总比你那生不出孩子的儿子强。你两人又要打起来，我看戏也看够了，拍拍手退了出去。哎呦，把人家的餐具都摔坏了，婆婆怕是又得赔不少钱了。狗咬狗真好玩啊！那之后，因为证据确凿，张毅被判了7年有期徒刑，而我爸帮我找了人，成功和张毅离了婚。虽然这些年贴进去不少钱，但我无所谓，
姐有钱啊，花钱认清一个人渣也挺不错了的。但是说是这么说，在确定和张毅离了婚后，我带着几个大汉去了张毅家，密码锁没有换，我轻松进了家门。婆婆最近过得很不好，儿子被抓了，金孙没了，儿媳妇跑了，真是哪哪都不顺，整个都瘦了好几斤。听说张颖的孩子也没了，张二麻子本身就有性病，张颖自然也被传染了，这个孩子本身就留不住。不过张颖和张二麻子的事被他老婆知道，他老婆忍气吞声这么多年，这次也不愿意忍了，直接逮着张二麻子和张颖就打。听说张颖被打的都没有人样了，却也不敢报警，毕竟是他插足了别人的婚姻。但这都是二话。婆婆看见我吃了一惊，你来干什么？这是我家，你滚出去。可当她看到我身后好几个身高体壮的男人时，她怂了，声音都小了下来。你要干什么？我放出当时婆婆说话的录音。你的钱都拿来装修了。声音回荡在房间里，婆婆的脸色有点白。紧接着我跪了挥手，几个男人举着锤子就进了屋，把能看见的东西都砸了。哎，对，那个还有那个也是我买的。对，砸！我指挥着他们。婆婆气得眼睛都红了。你要什么？你们究竟在干嘛？住手！给我住手！再不住手我报警了。报警没用，不是你说的吗？我的钱都拿来装修了，那我砸我自己的钱不犯法吧？我笑了笑，继续指挥着他们砸。婆婆大喊大叫，最后直接哭了出来。住手啊！这是我的房子，我的房子！呜呜呜！你们凭什么砸我的房子？钱啊，这可都是钱啊！剑都砸得差不多了，我摆摆手叫他们停止。以前装修的豪华的屋子，此刻比毛坯房看上去还要差，我连一块地砖都没有放过，算计我是吧？姐砸了都不留给你们。婆婆坐在地上哭，看着一片狼藉，她指着我骂：你这种人就该遭天打雷劈，你会有报应的。会不会有报应我不知道，但我知道现在我很爽就够了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